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了 AMD Ryzen AI9 365 CPU 的高性能迷你电脑 TOPC AI9。直接来看 AI9 365和8845HS 的对比。365用的是4个任务大核加6个任务 C 小核的大小核混合结构，一共10核20线程。8845HS 使用的是8个任式大核，一共16线程。365的核显是 RDNA 3.5 的 880M， 架构和核显频率都比 780M 核显高，核心数也是12个，和 780M 核显相当。365的 NPU 算力3倍于 8845HS。AI9 是 TOPC 最新系列产品，它有365、HX370、HX470 3个基本配置，365是其中最便宜的。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这是 TOPC 的大满贯水桶机型，有双网口和 OakLink 接口。从配置上看，365非常像是 8845HS 的后续机型，880M 核显也是 780M 核显的非常合适的接班人。但不知道为啥 AMD 去年主推非常昂贵的 890M 核显的 HX370， 也没有把 880M 核显的价格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以便可以接班。而 780M 核显3年来已经让我们审美疲劳了。好吧，都到今年这个险恶的环境里了，大家觉得今后 780M 核显的接班人最终会是谁呢？ TOPC AI9 装置 AMD Ryzen AI9 365 10核20线程移动 CPU， 内置 Radeon 880M 核显， DDR5 内存5600兆赫兹，双2280的 M.2 PCIe 4.0 的 NVMe 接口，3屏高刷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6E， 前置 OakLink 接口。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了，电源线、显示器背架和螺丝。说明书，这 DC 电源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功率。拿起小主机，黑色金属中框，顶盖上有 TOPC 的 logo。机身接口，前面板、电源开关键、耳麦口，双 USB 3.2 金 2A 口，能够 PD 和 DP 显示信号一线通的 USB 4接口， OakLink 接口。后面板19伏电源接口，双 2.5G 网络接口， HDMI 2.1 接口， DP 2.1 接口， USB 3.2 金 2A 口， USB 2.0 接口。底部、双侧和后部顶盖上都有通风口。取下底部4颗螺丝，从这里轻轻打开后盖，后盖上有系统散热小风扇，双通道 DDR5 内存接口5600兆赫兹，两组2280的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这里是 RJ616 WiFi 6E 无线网卡。进入 BIOS， CPU 是 AI9 365， 内存是我们加装的 32G。 这里可以设置核显专用显存大小，最大 32G。 这里可以设置来电制起，这里可以设置性能释放，有静音模式45瓦，平衡模式54瓦，性能模式65瓦。我们选择了性能模式65瓦来测试这台小主机。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DA64 跑 FPU 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直接下滑并稳定在65瓦，此时整机功耗跑在88瓦左右， CPU 频率平均运行在 3.8 GHz， 在单考的1小时23分钟内， CPU 功耗一直保持65瓦，室温28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89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6度，内存温度最高上升到56度，这散热非常好啊。
我们首先使用 TOPC AI9 主机的365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9分38秒，共计578秒。578秒的成绩刚好超过了所有 780M 核显小主机，算不错的。CPU-Z 多线程 8014.3， 单线程 796.2， 超过了所有 780M 核显小主机，低于 890M 核显小主机的 HX370。Geekbench 5多核14149，单核2108，多核成绩超过了所有 780M 核显至少 10% 以上。Geekbench 6多核15048，单核2924，多核成绩大幅超过了 8945HS 和 HX370，也没有差太多。Cinebench 223多核20015，单核1998，多核成绩上了2万分，超过了最好的 780M 核显至少 10%。Cinebench 2024多核1091，单核118，多核成绩低于 HX370，高于所有 780M 核显的 CPU。Cinebench 2026多核4486，单核661，多核成绩相比 8945HS 高了至少 10%。Passmark 多线程34732，单线程4220，多线程低于 HX370，超过了所有 780M 核显的 CPU。综合来看，目前这台 TOPC 小主机 AI9 365 CPU 多线程性能超过了最好的 780M 核显小主机的 CPU 至少 10% 以上。接着跑娱乐大师，总分1714994， CPU 得分1004195。我们还给这台 AI9 365运行了 OpenDouble 测试， AES 56074， XX20 115,484， CoreMark 592,341，在 CoreMark 成绩上接近了60万分，比最好的 780M 核显高了6万多分，超过了 10%。 接着玩游戏，地平线6 1080P 中画质，打开抗锯齿，平均接近50帧。下降到低画质，能跑到60帧了。再打开 DLSS 平衡档，60多接近70帧。不过我觉得选择 1080P 低画质，不开 DLSS 就可以很好的玩了。地平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100帧左右，复杂场景70多接近80帧。地平线4 1080P 超高画质，开了2倍抗锯齿，全程平均80多帧。原神 1080P 高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接近60帧。赛博朋克2077 1080P 低画质，没开光追，不开正生成，61帧。
开启增生成96帧，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高画质，运行性能测试，平均帧46帧。黑神话：悟空使用游戏中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 自定义画质，超采开到50，开启增生成，最后结果是平均78帧每秒。实战一下。这就是 Radeon 880M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全面超越了 780M 核显。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 最高89度 ，SSD 最高47度，内存做显存最高70度，不错啊。看一下 3D Mark 的图形得分 ，TimeSpy 3215 ，FireStreak 9055，Still No Man Night 24.09 FPS， 稳定度 99.2%通过。我们把 3D Mark 的数据做成图表，365的各项成绩超过了 780M 核显，接近 HX370。跑 Llama 3.1 8B 大模型还是碳赤色编程，跑到了 15.98 token 每秒，超过了部分 HX370。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144赫兹10位 2GB 显示信号输出 ，USB 4和 DP 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赫兹10比特 2GB 显示信号输出。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线缆，小主机能够输出 4K 120赫兹10位 YCbCr 444的显示信号。我自己安装的 NVMe 硬盘测试7000兆币每秒，最佳的 PCIe 4.0x4 的存储读写能力 ，USB 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币每秒，这是不错的 USB 4外接存储的性能。内网 WiFi 测试 RZ616 WiFi 6E 无线网卡接近1600兆 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很好的水平。英特尔 i26-V 2.5G 网卡，我们使用 iPad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跑到了 2.35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TOPC AI9 装置了10核20线程的 AI9 365 CPU， 65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整机最高功耗101瓦，待机最高功耗 9.7 瓦。按上面这些结果，120瓦的 DC 电源能够轻松搞定。室温28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 41.8 度 ，SSD 待机温度44度，内存待机温度40度。这台小主机性能释放 C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55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接近43分贝。
TOPC 小主机设置45瓦性能释放，可以和我 PD 输出90瓦的 LG 显示器一线通，非常不错。TOPC AI9 迷你电脑装置了10核20线程的365 CPU， 最高65瓦的性能释放 ，CPU 多核性能超过了所有 780M 核显小主机的 CPU 至少 10% 以上 ，GPU 880M 核显性能也全面超越了 780M 核显。这台小主机的接口是我们最推荐的超级大满贯接口，它有3个高刷显示接口，双2280的 PCIe 4.0x4 的 NVMe。USB 4接口可以 PD 和 DP 显示信号一线通，有双 2.5G 板载网卡，还有能连接外置显卡的 Oclink 接口。各方面来看，这是一台很优秀的旗舰迷你电脑。缺点嘛，本身几乎没有。如果非要说，我认为是这台365小主机的价格还没有降低到那种全面可以接班 780M 核显的价位区间。但如果只贵500元的话，我就会犹豫了，买性能更好的 880M 核显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总结一下，65瓦性能释放下，它是一台性能不错的 AMD Ryzen AI9 核显小主机， 880M 核显全面超越了 780M 核显，散热优秀，静音稳定，超级大满贯配置的接口兼容性超级完美，这是一台接口和性能都优秀的小主机。我们对这台 TOPC 小主机给出了推荐的评价。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